注意看，这是火箭都不知如何下手的乱局，没有退路的他只能放手一搏，好准度。但是现在球形真的乱到不行，红球基本都互相牵制，而且彩球还有3颗贴库，这样的球形想要做到一杆清台，简直比打147还要难。火箭过来瞄了一眼黑球，这是准备强行盘活局面。奥沙利文认真起来，那这一局注定要载入史册。看一下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精彩。虽然黑球并没有完全 K 出来，但是已经有下球的线路。不过难题并没有结束，如果黑球一旦复位成功，点位左侧的红球几乎是把黑球线路封死。这个难题火箭又会怎么处理呢？而且这还是小特的赛点局，一个小失误可能就会直接输掉比赛。火箭是真的太敢拼了。现在比划的位置应该是不能直接叫到黑球，所以这一杆想要打红 K 红，这个旋转要加的特别精准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太可惜了，只是轻轻的刮了一下。现在已经没有彩球可以链接，只能转入防守模式等待时机。神来之笔，一次 K 活2颗彩球。更加神奇的是，竟然用绿球做上了斯诺克，真是当之无愧的年度10佳球之一。小特这么懵的表情还真不多见。选择轻贴，但是母球从夹缝中滑了下来。火箭第一时间瞄了一下中袋，这样的中袋不会也想进攻吧？中袋打进，黑球留个向右上的角度打带 K。天呐，这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主！如此关键时刻，不但不紧张，而且还超水准发挥，这样的大心脏，除了火箭还能有谁？黑球留大了可能会 K 的没那么舒服。火箭已经连续打了几杆神仙球，但是局面还没调整舒服，可想而知这局球是有多难。现在打中袋有后斯诺影响使用杆法，如果选择底袋，不仅角度很大，而且黑球还会失控。真惊险！如果黑球晕进的话，那这一局就要直接交代了。现在彩球只有1颗蓝球可以强拼，又是需要准度续命的一杆，这一局感觉就没有一个球是好打的。太离谱了！火箭是一个不知道极限为何物的存在，明明是一个落后局，愣是被他打出了超分的感觉。作为小特从小的偶像，这节课应该上的最为深刻吧。黑球没有 K 到，不过关系不大。现在台面最难的就是右侧的红球，这也是小特最后的一道保险。挠了挠头，因为这个红球角度留小了。名场面来了，这个老顽童真的啥都可以，踩着球桌直接绑鞋带，身后的裁判都直接懵了。规则里也没有写这一条呀，我到底该不该给他一个犯规呢？全场就这么安静的等着他，这也就只能是奥沙利文了吧？同样的动作要换了别人，搞不好都要罚款。火箭特意走过来比划了一下黑球的位置，那最后的红球应该是打算再 K 一下，得留大一点。然后如果是考虑黑球的话，这种贴底库的黑球 K 是难 K， 只能去试啊。第一杆抢左赛看一下，虽然观众鼓掌示意精彩，但是这颗红球 K 的太正，其实非常难打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火箭居然在看中袋的点位，兄弟们谁懂啊？天才的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？因为这球往中袋去考虑，它难控，很难控的。只能说好在上边有一个绿球，它那个绿球的位置会让白球容错率变高。只要不是贴顶库，会有球打。很遗憾没能打进，但这反而更加正常吧。如果这个球都能打进，小白都要怀疑中袋是不是收了火箭的贿赂。小特的表情异常严肃，虽然手握赛点，但这是真的肉眼可见的紧张。虽然没能坐上斯诺克，最终的防守效果真心不错。现在两人除了球技的比拼，更多的是心态的较量，就看谁先失误。天呐，话音刚落，这一杆红球走少了一点，应该是漏球了。这个球防漏了吧？看起来是能打的这个球。
特鲁姆夫蹬了一下杆，那一定是能打的。嘎嘎准，但凡留下一丝机会，火箭都能完美的无缝连接。这恐怖的威慑力，有时候会比他的球技更加吓人。一杆的右塞，看一下效果。转角两库大绕台，一个漂亮的线路。但是尴尬的是，母球现在贴库，这颗黄教绿还能成功吗？白球贴库，如果这个黄球是直球的话，绿球就非常难受了。休息区的小特用手捂着嘴巴，这是一个人紧张的自然反应。有一点向上，真刺激！火箭停住了脚步，就看母球是不是会贴上绿球。好在有惊无险，绿球还有中带，不过仍然需要一杆准度续命。漂亮的空心中带，这样的乱局都能打成这样，斯诺克绝对找不到第二个。越是关键时刻，就越能看出火箭和其他球员的不同。无人可及的天赋，加上无可挑剔的技术，再配上4个9的纯金大心脏，如果七龙珠能许他一个青春永驻，那斯诺克就没别人什么事了。恭喜火箭连追4个赛点，硬生生将比赛拖入决胜局。打进反而等于自杀，反正火箭是不相信。然后他的落后41啊，这个顶到了，水的话还是叫到了。这个不能再打，对，这个打进打进自杀。火箭落后33，台面最高还有35，如果母球不能衔接粉球或者黑球，等于直接送对手超分，但我等凡夫俗子又岂能窥探天才的脑神经？这就是火箭，其他人眼中的不可能，在他身上只有愿不愿意。然而这足以封神的一举，精彩还远不及此。2018年的上海大师赛，一个非常舒服的炸球角度，大萝卜只要再打一颗红球，就能完成超分。配球非常漂亮，但是运气真的一般，尤其是在超分之际，要去强拼一个大角度中带，这感觉就像马上要领奖金，却被临时通知要增加一个测试。或要合理一点。还真的就打不进。命运真是一个爱折腾人的编剧，可怜的大萝卜心都碎了。不过好在手握63分的优势，台面最高还有67，而且现在的球型想要翻盘，谁也不敢吹牛说一定没问题。这是要干嘛？打顶带吗？顶带。抱歉，小编打脸了。刚刚我说的话应该增加一句，那就是除了火箭以外，火老师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一出手就会让人感觉啥都不是啥。推杆弹一库，然后粉球左边这颗红球，4颗红球就有2颗贴库，头疼的是还必须链接粉黑，最要命的是还有1颗红球在顶库，但是瞌睡正好碰到了枕头，偏偏就是局面越难，火箭反而越兴奋。哦，红球刚好来带一下红球，对，带完。漂亮，解决了一个库边难题，但是麻烦依然很大。现在选择蓝球的话，那剩下的2颗红球必须全部叫黑；选择粉球的话，母球选择哪个落点也非常关键。左边这颗打黑那问题不大，就上方的这颗怎么办？所以还是选择6分来打，有必要吗？刚才我们看过啊，有4分的空间，现在是用了2个6。打进这个球没有办法做到中带，力道小了一点。他这个力道小的就是球尽头啊。好，打一个底杆拉回去。妥妥的超级大心脏，不仅红球精准打进，黑球还留出向上的角度，这也表明火箭就是要一杆打完的决心。但是这个难度真的太大了，不仅黑叫红需要一个大绕台，紧接着立马还要下来叫粉或黑，真的会有奇迹吗？顶到了。水的话还是叫到了。这个不能再打，对，这个打进怎么办？打进自杀。如果是其他球员，
现场解说的观点肯定没有毛病。要知道他是火箭呀，困难在他面前就是用来克服的。现场的球直接这样的极限操作抬水，关键是感觉火箭就像平常吃菜一样。他确定跟我们玩的是同一个台球吗？观众请保持安静，打不进自杀。哇，真的打进了！真的太疯狂了，连续的打脸现场解说。关键是他还这么开心，这就是火箭的魅力，一个把斯诺克变成极限运动的存在。所以以后看到我们叫老师比较好，对吧？这种他干得出来的，对，我也觉得他4几岁应该是想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干得出来42。大萝卜像打了霜的茄子，其实输给这样的发挥，应该是毫无怨言吧。观众请保持安静。46。51。别小，不会吧？母球居然走少了，想要链接黑球就必须一个大绕台，不会剧情还有反转吧？球打不进，惊不惊喜，吓不吓人？因为照顾走位居然失了准度，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，谁能想到阴沟里还能翻船？很可惜，萝卜还是没能抓住机会，最终还是火箭3比0领先。哇，打了！这是火箭永远不可能被打破的纪录。它不仅是斯诺克最贵的147，同时也是史上第2快的满分杆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火箭在最后的几颗彩球，居然还玩起了花活，敢用如此玩世不恭的态度面对斯诺克史上最重要的事。普天之下，真的也就只有火箭一人。同为753节的希金斯已经口水直流，羡慕的眼神用拖拉机都拉不回来。这是2003年世锦赛，火箭仅用6分钟的时间就狂揽16万9千英镑，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下来就是人民币